青鸟无能狂怒，刘德华是支持中国侵略台湾的中国政协，一个备受唾弃的票房毒药。敲这时间台湾开演唱会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民进党他在文娱圈的影响力很大，结果我们青鸟艺人老中青三代都被吸过去了，他们不能接受我的金钟罩怎么可能会被打破，所以他们挂了，你知道吗？刘正邪好可怕，他是党机器来认知作战渗透歌迷的，就票被抢光光。幸好我们更用力顾台湾，因为国家里面爬带太多了。青鸟们放心好了，真正爬带就是你们这些人。有思考的人知道世界在改变，中国文娱外溢，比亚迪10月份新能源车世界第一。最终你会发现，青鸟是这世界上的少数，没有人会甘愿一直当智障下去。所以青鸟的世界正在崩塌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民进党这一波焦虑暴喜，攻占娱乐版出征范围之广、力度之大，整整1年过去前所未见。包括但不限于钟明轩、如歌、五月天、周思齐、火星人、吴慷仁、安普、张悬、阿给拉、黑悟空、刘德华，无一不杀，无一不出征。除了火星人因为是美国爸爸国人的身份护体能够安全下庄外，其他都是追杀不止，甚至连德宗都亲自出手，就这么的夸张。追杀的手法几乎都是抹红，暗示中国文化或言论统战，无一例外就是引动青鸟出征。这个现象只会更多，不会更少。原因无他，过去我们两蒋时代是军事对抗，李扁马蔡是经济对抗，到现在的军事跟经济都被碾压，所以赖就只剩下文化对抗，而且越抗越窄，连本土派台派圈都沾上。所以原本西进已然变成西进，本来说台湾文化过散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统不了了，现在变成反向中国文化统战台湾。所以它的炸裂就是民进党面对中国崛起与复兴，从军事经济到文化全面对台湾的扩散，无能狂怒是民进党为何狂暴化的原因。而且钟明轩、五月天、吴慷仁、安普、阿给拉这些过去都是非常台派、非常青鸟价值，他们为什么对文学的炸裂比对以前炸裂更严重？因为民进党知道，民进党长期以来他的台独就是透过娱乐至上的方式来推行，所以他们在面对中国文化统战的时候，他们的青鸟的爆发力会更加严重。刘德华距离开唱临时取消粉丝动，本来我只会想笑他们去支持侵略我们的中国政协演唱会，本身就是有病。刘德华是支持中国侵略台湾的中国政协，所以青鸟圈为什么那么怒？因为原本长期民进党他在文娱圈的影响力就很大，尤其是在各种小众的市场里面，长期透过政府的力量给了大量的钱 ，LGBT 圈、地下乐团圈、艺术圈、舞台剧圈、本土剧圈、电影圈，一个一个攻克。结果没想到攻了老半天，当疫后的世界在台湾两岸还没有完全恢复交流的时候，第一个台湾人被吸过去了，第二个网红反向扩散中国大陆现在的发展实况，第三个各种青鸟艺人老中青三代都被吸过去了，第四个传统大牌老咖艺人，不管是香港的或者是台湾的，去了又回过来反向渗透台湾，这种是没办法挡住的，所以他们的愤怒。刘德华是共产党，刘德华来台湾开了进行统战，一个加入中共后备受唾弃的票房毒药。挑这时间的台湾开演唱会，时机点真是令人毛骨悚然，结果票被抢光光，他们不能接受，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把台湾三金绿化了嘛，我的金钟罩怎么可能会被打破？他们挠透破，他们也想不破，有些东西在巨大的实力面前碾压。所以他们挂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大堆。刘德华是中共政协，以防有人不知道，提醒大家，口国的宣传最喜欢买通这种有名艺人或所谓的精英，因为人类的天性是盲目跟随偶像崇拜。你看这都是1000多个赞哦，这个反应不就是我刚才所写的？这代表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呈现一个崩溃状态。青鸟就是一群傻逼的智障，有理智的人，有思考的人看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一个最新消息，中国经济文娱的外溢在哪里？比亚迪10月份卖了50万辆新能源车，世界第一，在挑战 Toyota 了。所以这叫世界在改变，他们没办法面对这个世界，这些东西都是推动整个中国文化往外扩散的状况。所以这些人他们已经病入膏肓。你看，我随便举刘正邪好可怕，去看演唱会的知道你们在看什么吗？当了共产党高官，完全换了灵魂，感觉好惊人，根本是党机器来认知作战渗透歌迷的。新
心好累，我们要更用力顾台湾。一个国家里面爬带太多了，青鸟们放心好了，真正爬带就是你们这些人啊！咕，在愤怒吗？啊，不是很嚣张，不是很会出征。这次你就知道刘太太人比较多，还是青鸟你比较多？上一次遇到火星人，是火星人比较多，还是你青鸟比较多？最终你会发现，青鸟是这世界上的少数，没有人会甘愿一直当智障下去。所以青鸟的世界正在崩塌，但这个世界是民党花了大价钱、长时间建立起来的。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它也不可能马上就崩溃。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到。青鸟有一些会写，当然还有一些智障青鸟，已经是意识形态的僵尸。党说我们那边刘正贤有，僵尸鸟的态度都是金孙走，你给粮食，天地开中，你青鸟大出中，有无？这个就没办法。再来，他们还有一招，写一些不着边际的带风向文，只能说距离产生美感。刘德华现状跟香港风评两极化，在香港年轻人网络世界，刘德华风评早已很烂，香港老人则是正反斗两极化。香港本地风向跟台湾本土完全不同，结果马上被乡民打脸。你这种我看多了，你也要略懂政客煽动人的方式，这种厌恶的方式，所以林北要打脸这篇文。一开始提到刘现在香港风评也两极，暗示刘晚节不保，引发读者期待。再来呢，就绿色青鸟文，也不是我这一代的偶像，大家熟悉的是 BTS 啊 ，Blackpink 如数家珍。香港我真的不熟啊，也对香港明星没偏见，也不要说我们无知，年纪上没看刘德华，绝对不是我一个，暗示年轻人对刘没有情感连结，所以老人一样对刘可能呢有感情，嘴下留情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你几乎不了解啊对方的情况下评论对方，可笑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程度就是要如此而已嘛，这就是洗地文，因为他断不开刘德华的高度，所以他只好开始带风向说刘德华是过气了，因为你们要使人厌恶刘德华，只好退步，先使人对刘德华无感。而且以现状为准，八竿子打不着，还提到30年前或更早，他在指责 PTT 大部分对华仔很久没更新表达了要查证最新的资料，笑死人的。刘德华没有消失在荧光幕前好吗？一直都在一线上面运作，他只是很久没来台湾开演唱会了，但不代表大家在网络上看不到刘德华。你自己没有更新，然后就去呛别人说刘德华留在30年。Google 香港刘德华田海华，真的很多香港本地人骂他，负声量80%以上，因为刘德华当了中国影视协会副主席。到这里很明显，这是一篇青鸟文。当文章不赞成台湾政客名嘴的话，也不赞成禁止刘德华开刀。我很明确，我只是对刘德华无感。这叫什么？假装各打我18掌，其实是借着中立黑刘德华，强调无情感。所以在香港有争议，等于在台湾有争议吗？通篇废话，逻辑不通，刻意带风向，诉诸刻板印象跟情绪，跟某党2年前在板上洗脑一模一样。所以青鸟想在脆洗脑，也许有机会；想在 PTT 洗脑，加赛啦！青鸟要这么勇，赶快去跟中共开战。你们除了暴力出征之外，你们有什么？